为什么说事故车尽量别买？这期视频带大家看一下。这台机器从外观上看呢，你感觉都是正常的，但是你来看看这里啊，这地方是明显的铝焊痕迹，说明之前它破了。因为凯旋的配件不好买嘛，所以第一想到就是修，而且这里也有铝焊的痕迹。修复这个人呢，绝对也是大师级别的。你看不仔细看，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个盖子的修复技术给好评，大家看是不是？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。那谁买发动机的时候又能让你拆呢？对不对？看着缸头盖的螺丝之前被拆过，现在是怀疑它的箱体也有破，所以就是不拆离合这边了，先拆缸头，看看里面呢有没有惊喜。这个发动机是声音很不对，然后车主就把车发过来了，把发动机抬了，看一下里面的磨损情况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它的型号了，它是凯旋的3XG 660。这个车的外观我也喜欢，我甚至有想买的冲动，正好借助这次拆机呢，看看里面的用料如何。你要是说7万级别的进口街车 MT-07 3XG 660，还有本田 CB650R， 对我来说最先排除的就是本田650。看一下它的凸轮轴压盖状态还是很不错的，没有磨损。可以看到凸轮轴了，这个凸轮轴没有惊喜，用的是铸铁的凸轮轴，就3XG这个动力参数，用这个凸轮轴也够用了。凸轮轴都是正常使用痕迹，也算不上磨损。看一下缸头这地方的螺丝也被拆过，那说明之前的缸头拿下来过，所以大家自己买车的话多看一下这个螺丝有没有动过。看一下石龟链用的是摩丝的，出厂的发动机螺丝呢，要么看不出来痕迹，要么只能看出来拧紧的痕迹。如果这个发动机螺丝有拧松的痕迹，说明就是动过。当然有的螺丝如果是刻意去拆的话，那么可能你也看不出来有拆过的痕迹，但是呢只要有拆过的痕迹，它必然是动过的。好了，这个动过的痕迹就太明显了，原厂钢垫都是不打胶的，因为钢垫表面呢是有层黑浮胶的，这种一看呢就是后打的密封胶。然后再看这里内侧，这屎黄的就是助攻胶，那说明当时这里也裂了，应该是铝焊补起来，然后怕漏油又糊了助攻胶。从这一面呢，你真不好看出来，你说这要不是拆出来，谁能知道啊？好，看一下气门道都没事，我试了试也不漏气。石龟链的导向板呢有点磨损，但是不耽误用。拆掉它的马达用的是日本电装的，我挺期待它是陶瓷钢的。这吧嗒一声，我心都碎了。我搞发动机也有10年了，我是深知陶瓷钢的好处呀。不过好在凯旋的钢它比本田650的钢稳定，所以在使用方面呢也不用太担心它的稳定性。此刻我感觉凯旋765的含金量在上升，因为765是陶瓷钢。我没记错的话啊，这个离合盖倒是看起来是好的，但是不知之前是不是换过。看一下它的离合是个滑动离合，这个基本上现在是大排量车的标配了。离合小骨呢看样子也没磨损，状态也是很好。这个离合呢是日本爱斯蒂的，看一下离合片呢也没什么磨损，离合片也是爱斯蒂的指级离合片。拆掉它的离合大骨看一下也是日本爱斯蒂的，那这整套离合都是爱斯蒂。凯旋的配件是又贵又不好买，耐心一点，争取可以2次利用。看一下这里的密封胶，那看样子这个机器没有被大拆过，也就是不知什么原因车被撞了还是倒了，就这里呢做了铝焊修复。你说这个问题吧太严重也不至于，但是弄成这个样谁心里都膈应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，或者带一个很靠谱的人跟你去。为什么说要很靠谱的？我之前有遇到过车友跟我说的，他带去的人帮他看车，然后这个人还赚了他一笔，然后买的车还不咋地，弄得他两头生气。好，来看一下它的机油底壳，不是太干净，有碎渣，应该是之前破了，然后没清理干净。还有一只苍蝇啊，你啥时候进去的？都成干尸了。这苍蝇这辈子也没想到，有一天它能成为发动机的一部分啊。对了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在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啊，只要是这个机油防冻液不是当着你面换的，买过来第一件事一定要换机油换防冻液。第一，你没亲眼见到，你不知道他给你换的是什么机油。第二，有的机油可能都跑了大几千公里了，他一心想卖车也不值当换的，然后吧又怕你跟他讲价，他就会说机油刚换不久，实际上这个机油差不多已经用到尽头了。你看我是专门修发动机的，就这种买来二手车不换机油，结果车骑出来问题的，每年都要修个10几20几个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听劝，不要心疼那点机油钱发动液钱。现在呢二手车确实便宜，但是如果太过于便宜的大家就要小心了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自古以来都是买的没有卖的精，也有好多车友呢是为了图便宜最后吃大亏的。其实你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你买的是一手新车，你的车况又很好，那你卖车的时候你想便宜卖吗？捡漏的是有，但是也没那么随便就让你捡到吧。下箱体的曲轴瓦呢看着都还好，副轴的轴承呢用的是日本的 KOIO 的，三缸机都是带平衡轴的。这台车的平衡轴呢用的不是瓦片，用的是轴承用的是日本的 NTN 的。我之前拆国产发动机的时候，有人看到国产车用日本的配件，
然后对国产冷嘲热讽的，意思是说呢，国产的不行，还得用人家日本的配件。那你看欧洲车它不是也用吗？看一下连杆瓦，都属于正常痕迹，也不算是磨损。连杆瓦总体都还行。看一下它的曲轴是合金钢锻造的，看起来呢也没什么磨损，也是正常使用痕迹。这个曲轴的夹角呢是120度，凯旋还有一种梯形曲轴，它是在双缸270度的基础上再加个180度的。显然这个3叉戟660不是的。再看一下上箱体的曲轴瓦，最右侧的有磨损，然后这一个也有磨损，这边两个呢还能凑合用。连杆瓦的话看着还行，也没漏铜。再来看看活塞，这活塞呢长得像锻造活塞，但其实不是的，它这个结构只是为了轻量化的设计。活塞的进气侧有磨损，但是排气侧是好的，没有磨损。3个活塞呢拆出来都是这种情况，进气侧有磨损，然后排气侧是好的。这个具体磨损多大呢？因为活塞是椭圆的，也不好测量。这个我就连同钢一起带给我们本地唐钢的，让他来测量。如果还在规定的配钢间隙内，那就可以正常使用；如果超出的话，就乘以下钢套配间隙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总体就拆完了。目前来看，也就是箱体有修复，2片曲轴瓦磨损过大，然后活塞进气侧磨损，然后车子的码表呢显示是8000公里，说实话大概率是调表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